10周年纪念日，沈延洲竟然买了一整只帝王蟹，也算奢侈一把了。老婆，你在干什么？正处理你买的帝王蟹呢，刚蒸好，特别香。那个，我姐姐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他们一家从外地回来了，想顺道路过来看我们这儿，大概还有20分钟就到了。老婆，我知道今天是我们纪念日，我也没想到我姐今天来，可她人已经在路上了，我总不能不让来吧？就简单吃个便饭，你随便做点家常菜，行，回头我一定给你补过。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没说，怕她觉得见外。老婆，他们坐了一天车，挺辛苦的，吃完我就让他们走，不耽误我们过2人世界。我听完他说的话，把电话挂了。10年了，次次都是我退让，这次也逃不掉是吗？好好的纪念日大餐，连一口完整的蟹都吃不上。10年婚姻里，即便日子平淡，10周年纪念日对我依然有特殊意义。我满心期待和沈延洲的2人世界，珍视丈夫买回帝王蟹的这份心意，也悄悄盼着这份仪式感能给10年婚姻一点慰藉。所谓的纪念日，最后就剩一盘冷黄瓜。秦月，是我雨桐。快点啊，陈清月，在家干啥呢？还不来开门？哎呀，清月，没打扰到你们吧？那个，老婆，他们到了。快进来吧。我去拿拖鞋。不用麻烦了，一家人换什么鞋？哟，这拖鞋还挺暖和，延州上个月刚买的。老婆，忍忍，辛苦你了。这位是……哦，忘了介绍，这是我弟弟家的佳怡，这不放假吗？跟着来玩几天。佳怡，快叫舅妈。舅妈。清月，你们这房子怎么这么小啊？我们在省城住135平我都嫌挤，你们这70多平转得开身吗？小点好打扫。哎呦，我们从早上出发到现在，快饿坏了。延州这胃可饿不得。清源，你们家有没有吃的？先拿来垫垫肚子。行，我去拿。延州，佳怡的工作你到底上不上心？我可跟你说，佳怡不能累着，工资得高点，必须双休，加班肯定不行。姐，现在哪有这种工作啊？你这叫什么话？你现在在大城市混好了，就不管家里人了是吧？佳怡叫你一声舅舅，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好。清月，你快去炒菜吧。对了，这种胃不好别做辣的，清淡点。甜甜不爱吃青菜，少弄点绿叶。子浩爱吃肉，多做点肉。佳怡减肥弄点沙拉，我随便，但绝对不能放香菜。总算能暂时躲开这些聒噪，喘口气了。再忍忍，吃完饭他们总该动身走了。这些全是早上特意挑的，本来只属于我们2个人10年纪念日的浪漫，到头来成了一大家子的家常便饭。我给他们做了我最拿手的清蒸鲈鱼和西兰花，在厨房始终就我一个人在忙里忙外。沈雨桐一家和沈延洲也没想着帮忙，这10年来，不过我也早就习惯了。太牢了，弟妹，怎么连个硬菜都没有？我们就吃这些家常菜啊！舅妈，这西兰花怎么有股生味儿啊？哎呀，多吃点肉。清月，你这鱼怎么处理的？腥味这么重。我平时做鱼可都是要放上好的花雕酒去腥的。我家只有料酒，没有花雕酒。那下次记得买。过日子该花就得花啊，不然做出来的菜不上档次，客人吃着也不舒服。延州，你说是不是？姐说的对，下次买，下次买。雨桐，今天是我和延州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哎呦，你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不过弟妹啊，你们都老夫老妻的了，都10年了，还讲究这些虚头巴脑干什么？延州也真是的，怎么不早说？早说我就不来了。没事没事，姐，过什么纪念日啊？你们能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坐了一天车，累死了。对了，晚上我们睡哪儿？我和真叶睡一间，佳怡一间。你们家就2间房吧？延州，要不你睡沙发？姐，你们今晚要住这儿？不然呢？外头酒店好几百一晚，钱烧的。再说，甜甜和子浩明天还要在你们这儿玩1天呢。是的，我要在舅舅家看电视。可是什么？姐住一晚怎么了？10年婚姻里，我早已习惯了沈延洲原生家庭优先的行事逻辑。面对沈延洲家人的越界和要求，我一次次妥协让步，
沈延洲永远只会让我忍一忍，从未站出来维护我的感受和边界。弟妹啊，今天真是添麻烦了。姐夫哪儿的话，我晚上睡沙发就行。永远先顾着他的家人，半分没想起我们本来的纪念日计划。吃完饭，他们也没想着帮忙收拾碗筷，一大家子里，也就这孩子还懂点分寸。总躲在厨房不是办法，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我想着切点水果去给孩子吃，等我准备端到客厅时，哟，清月，切水果啦？你别说啊，你这睡衣料子真不错，穿着挺滑溜的。没想到客厅成了这模样。那是我生日才舍得穿的真丝睡衣，他怎么敢随便动我的东西？烟头、噪音、横七竖八的人，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不行，我要回去，这是我家，总不能一直躲着他们。郑烨今晚跟延州睡沙发，我睡主卧。清月，你睡哪儿？要不你跟佳怡集集。雨桐，主卧是我和延州的房间。我知道啊，我就睡一晚，你们小两口去沙发上挤挤，怎么了？不行，你们5个人突然过来，总得安排。你和郑烨睡次卧，2个孩子睡沙发，佳怡睡儿童房，我和延州睡主卧。陆清月，嫌我们人多赶我们走是吧？大老远过来，饭吃不好，觉也不让睡。行，咱们现在就走，走！你舅妈不欢迎咱们。清月，你今天发什么疯？姐，你别走，清月她就是今天心情不好。沈延洲，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这主卧你让还是不让？行，你们睡。老婆，开门。我知道你委屈，但姐她脾气就这样，你就不能忍一忍？忍？这是我家，我的床，我凭什么忍？他穿我的新睡衣，挑我的主卧，当着孩子的面指着鼻子骂我。沈延洲，你吭过一声吗？我嫁给你10年，就是为了给你们老沈家当受气宝。那你说怎么办？她是我亲姐，你让我跟她撕破脸？你出去。舅妈，我妈问早上吃什么，弟弟饿了。我现在去弄。还住了一晚，好好的家就乱得不成样子。本该是10周年惊喜的帝王蟹，到头来只能冻在冰箱里。不请自来的客人，把我家不当家看，我没义务费尽心思伺候一群不速之客。早饭就吃这个，连口热粥都没有，这面包硬邦邦的，昨天买的，一股味儿，不是鲜奶吧？甜甜别喝，没营养，等会儿妈带你出去吃。弟妹，我早上不喝点热的，胃难受。姐夫，我去给你熬粥。算了，将就吧。延州，你们这破房子环境也太差了，电视小，升值空间也有限，你呀就是抠搜。是，预算有限。雨桐，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安排就在这儿待着呗。怎么，你们要出门？姐，我今天要加班，临时有个项目。我约了同学。合着我们大老远跑来，得在这儿给你们看家？附近有个商场，你们自己去逛。终于能暂时逃离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了。青云姐，你这黑眼圈连粉底都快遮不住了，说吧，出什么事儿了？我和沈延洲结婚10周年纪念日，沈雨桐一家的到来，当天的计划被搅黄。不仅挑剔饭菜，私自穿我的真丝睡衣，还强行要求留宿，并且要占住主卧，让我和沈延洲去挤沙发，这也太过分了。青云姐，如果一方总是索取，另一方总是让步，那不叫婚姻，叫剥削。你老公要是连你的尊严都维护不了，这段婚姻就有问题。10年了，我以为这就是过日子。青云姐，你大学时可是戏里的风云人物，难道你要一辈子困在那个70平的小房子里，受这些窝囊气吗？是啊，我曾经也有梦想，怎么结了婚就只会围着灶台转了？来我们公司吧，文案策划，我觉得你很合适，我可以带你。让我考虑考虑。行，考虑好随时联系我。在弟弟家，虽然房子小了点，但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开心。是啊，希望你们住的习惯。脱离职场10年，我真的还能跟上节奏吗？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柴米油盐。
老婆，你到底去哪儿了？快回来吧，雨桐生气了。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催我回去伺候他那一大家子。到了家门口，我闻到了一股浓郁的火锅气味，这是把我家当成自己家开火了。我的丈夫在自己家里倒成了伺候人的帮工，日子再乱，这束花是我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体面。我才走了半天，好好的家就被糟蹋成这副模样。哟，还知道回来啊？把我们丢在家里不管，自己跑出去风流快活。严州拿点肉，严州锅底蘸了加点盐。忍了1天1夜，也该有个说法了。雨桐，你们打算住到什么时候？你什么意思？赶我们走是不是？不请自来占我房间，把我家弄得一团糟，我连问一句都不行吗？我忍了1天1夜够了。好啊，沈延州，你看看你老婆，我们大老远来就这待遇，行，我们现在就走。青雨，你少说两句。又是让我少说2句，凭什么受委屈的永远是我？我凭什么少说？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和延州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事到如今，他还是只会躲，连一句公道话都不敢说。既然你选不出来，那就我来替你做决定。选不出来是吗？好，我帮你选。你干什么？收拾东西，出去住。等你什么时候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老婆，别冲动，我知道错了。晚了，10年了，你永远让你家人骑在我头上，我累了，真的累了。你真要走？对，房子让给你们，但是沈延州，我要带走。如果他今晚不跟我走，那我们就离婚。沈延州，你自己选吧。延州，你要是跟他走，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姐姐。又是这套道德绑架，我看他这次怎么选。所有答案都在他接下来的一步里。看着他这副慌乱模样，我连失望都快麻木了。他动了，这一次他会走向我吗？10年感情，终究落得这一步选择的地步。我跟你走。沈延州，你疯了！姐，对不起，但晴月是我的妻子，我不能失去她。10年了，他终于肯把我放在第一位，过去的委屈就再也不回头了。所有的聒噪与难堪，终于被彻底关在了门后。晚风一吹，连胸口堵了1天的闷气都散了大半。你想好了？我怕这只是他一时的冲动，转头就反悔。想好了，老婆，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这句迟来的道歉，我整整等了10年。这一次的眼泪，终于不是因为委屈，暂时有了落脚的地方，心里却还是没完全踏实。他这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倒真像个知错的孩子。想什么呢？在想我以前有多混蛋。你骂的对，我是个懦夫，总让你受委屈。延州，我想要的不多，只是你的尊重和维护。在你家人面前，我希望你能站在我这边，而不是让我一个人面对。我知道，以后我会，我保证。这么晚了，会是谁找来这里？舅妈，舅妈，你醒了吗？大清早的，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是甜甜，她怎么找到这儿来的？眼睛肿得通红，也不知道哭了多久。甜甜，你怎么找来这儿了？舅妈，妈妈让我来道歉，她在楼下不好意思上来。他居然真的来道歉了，反倒出乎我的意料。既然他也点头了，那就下去见见吧。倒要看看他这次能说出什么来。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整个人憔悴了不少。我是来道歉的，青云，对不起，昨天是我不对。我预想过无数种对峙的场面，唯独没料到他会真的低头。我昨晚想了一夜，延州说的对，你们才是夫妻，我不该插手你们的事。都过去了，你们什么时候回去？今天下午就走，车票已经买好了。总算要走了，这场闹剧也该彻底收场。都要走了，突然停下脚步做什么？清韵，我这个人说话直，有时候不过脑子，但我真的没恶意，只是习惯了。我明白，但习惯可以改。雨桐，我们是亲戚，应该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伤害。你说的对，以后我会注意的。原来有些底线，只要你敢守住，别人就不敢再轻易越线。1个月过去，我们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安稳小窝。从前很少进厨房的人，现在也学会早起张罗早饭了。这样平淡的清晨，是我以前盼了很久的日子。简简单单的3餐，藏着最踏实的烟火气。他的改变，一点一滴我都记在心里。今天去苏婉公司面试，准备的怎么样了？挺好的，小婉私下给我做了培训，业务逻辑我都理顺了，应该没问题。嘴上说的笃定，心里其实还是有些发慌。毕竟我脱离职场整整10年。别怕，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能行。我老婆是最棒的。日子慢慢往好里走的感觉，比什么都踏实。10年围着家庭转的生活，今天终于要翻篇了。全新的人生，就从推开这扇门正式开始。
陆女士，文字功底测试确实很出色，但这10年的职场空窗期，您方便解释一下吗？这10年，我一直在做全职太太。广告行业节奏很快，压力极大，脱节10年，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能胜任？质疑早有预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这10年我看似没有上班，但我管理着一个家庭的财务预算、时间调度，处理着复杂的人际关系。这份工作锻炼了我极强的同理心和执行力。广告的本质就是洞察人心，而我比年轻的应届生更懂得生活真实的痛点。对视的眼神里藏着认可，悬着的心松了大半。陆女士，您的学习态度和抗压能力打动了我们，欢迎加入我们。踏出大楼的瞬间，整个人都跟着轻快起来。阳光晃眼，却盖不住心里漫出来的笑意。第一时间就想把好消息分享给他，我通过了。太好了，日子往好里走的感觉，踏实又满足。该给自己买份礼物，纪念这重新出发的一天。脚步莫名停住，视线像被什么牢牢勾住，静静陈列的饰品，恰好戳中了此刻的心境。欢迎光临，女士想看点什么？我想看看这对简约的设计，一眼入心，莫名觉得很合此刻的心境。您的眼光真好，这是我们本季的新款，设计师给它起名叫重新开始，特别适合用来纪念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重新开始这4个字恰好撞在了我的心上。重新开始，尺寸分毫不差，像是专门为此刻的我量身定做。帮我包起来吧。一桌子菜加红酒，他显然偷偷准备了很久。这一杯敬我们迟来的安稳与新生。这是什么？打开看看。这是送给我们的，寓意重新开始，也庆祝我们翻开新的一页。老婆，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给我这个弥补的机会，也谢谢你愿意为了我改变。那晚我们靠在沙发上聊了很久，聊工作也聊往后的日子。青云姐，救个急，恒星资本那个案子，甲方对文案极度不满意，下午2点就要终检，你帮我重新切个角度。恒星资本的名头早有耳闻，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10年的生活阅历，此刻全串成了清晰的思路，分秒必争，连喝口水的功夫都舍不得浪费。卡点收尾，刚好赶在终审前完成全部内容。他眉头紧锁，看来对方案并不看好。陆策划，你凭什么觉得主打家庭主妇的自我觉醒这个点能卖出我们的高净值理财产品？家庭主妇不是没有理财需求，而是他们的价值长期被家庭内部贬低，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渴望通过经济独立来获得话语权和底气。他神情松动了，这个角度果然戳中了他。这个点打动我了。拿下项目的瞬间，迫不及待想把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他。没有备注的本地号码来得有些突然，熟悉的声音入耳，浑身瞬间泛起一阵寒意。喂，是清韵吗？我是你婆婆。妈，您怎么打这个号码？哎呦，延州电话死活打不通，我和你爸已经在高铁站了，半小时后到你们那儿。半小时后就到你们那儿，你赶紧做点饭。连招呼都不打就理所当然吩咐我做饭，换做以前，我早就慌着请假买菜，忙前忙后伺候了。但现在的我，早就不是那个只围着灶台转的全职太太了。妈，我在这边上班走不开，您先在车站等一下，我联系延州去接您。这本就是他该承担的事，理应由他自己去处理。想了这么久才接，该不会又想把烂摊子推给我？老婆，我刚开完会。你爸妈到高铁站了，让你去接。我要赶一个复盘会，晚上要加班。2秒的沉默，换以前他早就开口求我请假了。好，我知道了，你安心工作，爸妈那边我来搞定。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送过去。他居然一口应下，还想着给我送饭，倒真的不一样了。话都说到这份上，悬着的心反倒落了大半。他真能搞定那对习惯发号施令的父母吗？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复盘会熬到晚上8点，肚子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这个点电梯突然响了，还以为是外卖到了，居然是他，真的专程送饭过来了。一身风尘仆仆的，想来是赶了一路过来。饿坏了吧？趁热吃。全是我爱吃的菜，他竟然都默默记在了心里。你做的？按照网上的教程学的。爸妈呢？差点忘了公婆今天过来的模样。我爸都知道咱们家的快捷酒店了。酒店？他们没闹？闹了，但我跟他们说了，你现在上班很辛苦，家里需要绝对的安静。我告诉我妈，这里是我和小家的底线，谁也不能来添乱，哪怕是长辈，也要提前打招呼。从前只会和稀泥的人，如今竟稳稳守住了我们小家的边界。保温盒底下怎么还压着一张薄薄的纸条？看清纸条上字迹的瞬间，指尖控制不住的发起抖来。保温盒底压着张楼盘宣传单，红笔圈出的大户型，看得我心头猛地一跳。这什么意思啊？老婆，我想过了，咱们那个70平的老房子环境不好，离你公司也远。我今天跟爸妈摊牌，也是想把老房子卖了，加上咱们这几年的存款，付个大首付。换房？对，换个大点好点的房子，写你一个人的名字。10年了。他第一次主动为我们的小家规划未来，不再一味向原生家庭退让。公婆在酒店硬扛了2天，见延州态度坚决，半分不让，讨不到半分好处，终究还是灰溜溜回了老家。职场上也传来捷报，恒星资本的项目大获全胜，
成了公司的标杆案例。拿到第一笔丰厚奖金的那天，我没打算直接回家，心里藏了多年的执念，今天总该有个彻底的了结。车一路开到海鲜市场，脚步没半分犹豫，水箱里的帝王蟹鲜活张熬，瞬间勾出了埋在心底的旧记忆。10周年纪念日那只被藏进冰箱冷冻层的帝王蟹，是扎在我心里整整10年的刺。今天，我要亲手把这根刺彻彻底底从心里拔出去。老板，这只我要了，脚步比任何时候都踏实。这只蟹完完整整，只属于我们的小家。父子俩盯着桌面的模样，倒比蟹本身更让人觉得暖心。老婆，今天什么日子？怎么买这么大的蟹？庆祝我拿了第一笔项目奖金。饱满鲜甜的蟹肉，再也不用分给不速之客，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吃吧，趁热吃。他泛红的眼眶里装着和我一样的释然，也藏着迟来的亏欠。日子一晃而过，那些难熬的时刻终究都成了身后的脚印。3年稳扎稳打，终于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办公室。落笔的名字是3年来一步一个脚印攒出来的底气。急匆匆的敲门声，不知又是什么新的挑战在等着我。陆总监，这是下周提案的最终资料，您过目。放这儿吧，我看完给你批复。陆总监，您今晚有空吗？咱们部门想给您办个庆功宴。您刚给公司拿下那个大项目，大家都说要好好宰您一顿呢，地方都挑好了。今晚真不行，有家属等我。庆功宴改明天晚上吧，我来请客，让大家随便吃。得嘞，那祝您今晚有个愉快的约会。收拾好东西下班，先去学校接孩子。妈，爸早上跟我说，今晚要带我们去吃超级大餐，他说是大惊喜。哟，什么惊喜连你都瞒着？他这保密工作做得可以呀。车子开到他公司楼下，他早早就等在路边了。坐稳了，带你们去个好地方。咱们到底去哪儿啊？神神秘秘的，开了这么久还没到，他这保密工作做得也太严实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保证你不虚此行。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反倒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居然是市中心云端旋转餐厅，我以前只在朋友圈里见过。被他牵着往里走，心里满是疑惑，到底是什么日子要来这么好的地方？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真忘了，清月，今天是我们重新开始3周年的日子啊！这3年只顾着往前冲，忙着升职，忙着证明自己，居然把这么重要的日子忘了。对不起啊，我最近满脑子都是项目。没关系，我记得就好。他从来没怪过我忙碌，反倒默默把所有重要的事儿都记在了心里。靠窗的位置视野绝佳，想来是提前很久就预定好的。刚落座，他就摸出个黑色丝绒小盒子，我心跳莫名漏了半拍。这是什么？打开看看。指尖搭在盒罐上，连呼吸都下意识放轻了。钻石折射出细碎的光，精致的让人挪不开眼睛。这太贵重了，再贵重也比不上你，青云。谢谢你3年前没有放弃我，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重新学着怎么做一个合格的丈夫。从前连灶台都少碰的人，如今会系上围裙，做一桌子我爱吃的菜。我加班赶方案的夜晚，都是他坐在孩子身旁，陪着辅导功课。累到腰酸背痛的时候，他总会默默走过来，替我按揉肩颈。从前那个只会和稀泥的懦弱男人，早就长成了为我遮风挡雨的依靠。刚要开口说些什么，桌子上的手机突然不合时宜地震动起来。屏幕上挑出沈雨桐的名字，着实有些意外，没想到他会主动打过来。接吗？不想接就挂了。既然打来了，就听听。我早已不是会被他几句话搅乱心绪的人了。清韵啊，没打扰你们吃饭吧？没，在外面呢。有事吗，雨桐？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和振一在老家新开的那家干洗店，今天第1天算正式营业了，生意看着还不错。甜甜上初中了，这孩子争气，成绩挺好。子浩现在也懂事多了，不怎么闹腾。那挺好的呀，恭喜新店开业。那个，我其实挺想来看看你们的，但又怕过去打扰你们工作。延州现在当经理了，你又是总监，肯定忙。等下次我有空联系你，再出来见一见。他眼里全是温柔与维护，把所有选择权都稳稳交在了我手里。孩子吃得香甜，身边人可靠安稳，自早就翻了新的篇章。攥了这么多年的心结，好像在这一刻悄无声息地松动了。想来就来吧，提前说一声，我们去车站接你们。哎，好嘞好嘞，一定提前说。你不介意了？都过去了，人都是会变的。只要愿意往好的方向走，就没有跨不过的坎。晚餐结束后，
我们一家3口顺着江边慢慢散步。老婆，我爱你。我也爱你。多大人了，羞不羞？臭小子，敢笑话你爸！看着他们在江边追逐的背影，我吹着微凉的江风，心底是从未有过的踏实。青云姐，下个季度微光公益计划卡壳了。小婉，如果是夫妻俩在县城开的普通干洗店呢？只要故事真实就行。你有人选？我拿出手机，翻出了沈雨桐的号码，犹豫了2秒，按下了拨通键。清月，你是说大公司要免费帮我这个破干洗店做宣传？不仅是宣传，还会帮你重塑品牌形象。雨桐，想不想让生意再翻1倍？想，做梦都想。我不知道怎么谢你。合作愉快。周末，沈雨桐坐着高铁赶了过来，大包小包的拎着几大袋土特产。雨桐，快进来。千万别做饭，我带了走地鸡、新鲜蘑菇，今晚厨房我包了，你就坐那儿等着吃饭吧。老婆，我怎么感觉像做梦一样？人都是会成长的。快多吃点儿，这个鸡腿最嫩了。饭吃到一半，沈雨桐突然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雨桐，这是干什么？这里面是3000块钱。3年前那只被我毁掉的帝王蟹，我后来去水产市场打听过价格。我当年太混账了，不仅糟蹋了你的心意，还搅黄了你们的纪念日。雨桐，你这声对不起我收下了，但这钱我不能要，一码归一码。我今天找你来是谈合作的。苏婉带着摄影团队去干洗店取景。我们主打什么概念？专业、快捷。盯着监视器里那些挂得密密麻麻的衣服，10年的主妇经验让我敏锐地抓住了痛点。不，主打温度。但第1版的宣传片剪出来后，甲方那边却直接给打回，缺了点人情味儿，太像干巴巴的广告了。看着屏幕上沈雨桐背诵台词的生硬模样，我果断做出了决定，重拍，把台词本扔了。雨桐，别看镜头，看我。你开了大半年干洗店，收到过最难洗的衣服是什么？是一件工装外套，送来的是个单亲妈妈，她哭着求我一定洗干净，因为那是她去新公司面试的唯一体面衣服。那你洗干净了吗？洗到手脱皮了。当时我觉得我洗的不是衣服，是她的体面。咔，完美！成片连夜剪辑出来，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最真实的诉说，配上文案，点击了上传。爆了！青云姐播放量破100万了！我赶紧打开软件，评论区已经被挤爆了。弟妹，神了！一大早顾客挤爆门店。刚到公司就收到消息，这个项目大获全胜。不仅甲方极其满意，公司还给我发了额外的奖金。恭喜陆总监，双喜临门。哪来的双喜？妈，看看这个。我的偶像不是大明星，是我的妈妈。以前妈妈身上总有油烟味儿。我以为妈妈本来就该这样，直到最近，我发现妈妈变了。她穿上西装，眼里有了光。人要先成为自己，才能成为别人的妈妈。老婆，你值得这一切。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己。陆总监，出事了！新药负责人大换血，新总监让今天下午重做述实报告。别慌，带上资料，跟我走。哟，这不是当年系花学霸陆青云？听说你当了多年家庭主妇，现在混职场了？
林总，叙旧私下说，今天我是合作方总监来述职。你们主打女性力量的方案太假，家庭主妇谈职场力量可笑吗？不觉得真正的女性力量不是靠攀附得来的阔太太头衔，哪怕困在灶台10年，依旧能随时杀回战场，拿回自己的王牌。数据证明，流失核心客户是中产焦虑女性，她们需要的是共鸣。我当过10年家庭主妇，没人比我更懂她们的痛点。撕掉标签，女性价值由自己定义。星耀明年全案继续由你们负责。陆青云，你别得意，你不过就是个打工的。靠别人的底气都是泡沫，自己赚的谁也拿不走。那是帝王蟹的咸香味。老婆回来了。上次那只蟹是我们心里一根刺，今天我想彻底拔掉。10周年纪念日欠你的那顿饭，今天补上。老婆，尝尝，查了很多攻略，蒸15分钟刚好。好吃吗？特别好吃。老婆，敬你，敬你的勇敢，敬你没放弃我。这3年的生活像一场大梦初醒，藏起那只昂贵的帝王蟹，只为了成全一家人和睦。委曲求全换不来尊重，足够强大，恶意才会退散。青韵姐，准备接招，你接任创意总监，但必须拿下行业百慕撒母婴品牌全案。陆总监，这英家母婴全案，祝你好运。这不是妈妈，这是定制机器人，方向必须改。甲方买的是完美幻象，得罪甲方这锅谁背？我来背。我做过10年全职妈妈，最懂完美标签只会制造女性焦虑，靠焦虑卖货的品牌走不远。既然大家都不信，我们打个赌，3天说服不了甲方，我立刻辞职。打赌，陆总监好魄力，那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的3天，我几乎没合眼。我带领苏婉和几个稍微还有点冲劲儿实习生，收集了上百个真实妈妈的故事，满是妊娠纹的肚皮，深夜崩溃的痛哭，全被我们做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视频。陆总监，我们要的优雅完美，这些太负能量了。完美制造隔阂，真实才能共鸣。撕掉完美妈妈标签，拥抱不完美，是女性的解脱。我们卖的不是产品，是理解。理念很冒险。但我们老板要的是切实的社会影响力，光靠一支催泪视频还远远不够。这不是营销，是一场社会公益运动。这个项目我称之为微光妈妈公益计划，我们将拿出部分营销预算，免费帮助100位全职妈妈重返职场，品牌方将作为独家赞助商，全程记录他们的蜕变。你疯了，执行难度多大你知道吗？用实际行动支持女性，这就是你要的社会影响力。好，就按你说的办，1个月我要看到成效。王总已然敲定项目归我们，我会用实教打消大家顾虑，不到最后一刻，大家千万不要放弃。就在我以为这个方案可以顺利进行下去的时候，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冲进来，一把薅住其中一位学员的头发。上什么破班？女人在家带孩子就行，赶紧滚回家！先生，这里是公司，请放手。我是她老公，我管教老婆关你屁事！做母亲只是身份，不是卖身契。她有权工作，再动手我立刻报警。行啊，有种，你给我等着！李梅，你总会回家的吧？
接下来的几天，困难接踵而至，有人遭遇职场歧视半途而废，有人承受不住家庭压力退出。我说什么来着？烂泥扶不上墙，纯属白费力气。难道这个方向真的行不通吗？陆总监，我不想认命，你能不能教教我，我该怎么走出来？先整理自身的阅历优势，放平自己的心态，一定要大胆地争取合理的薪资待遇，加油！在我们的努力下，微光妈妈终于步入正轨，看到实打实的改变。原本不相信我的下属，现在也燃起了干劲，就连最顽固的郑哥也渐渐认同了我的方案。青云姐，快看热搜，林娜出事了！新闻上说，林娜被星耀开除之后，自己创业室断裂。更惨的是，丈夫婚内出轨并转移了财产，逼她离婚净身出户。曾经那样骄傲的人，如今走投无路，被狗仔拍到在街头借酒浇愁。我曾以为会和他斗一辈子，可女性从不该互相倾轧。怎么，看我笑话来了？半小时后，蓝山咖啡天见。签了他。陆青云，你是来施舍我的，我饿死也不要你的施舍。这不是施舍，是微光妈妈项目导师聘书。你的职场经验刚好帮到宝妈，跌倒了就在坑里等死，可不是你的作风。为什么是我？我们斗了10年。因为我们都是女人，女人不该互相踩踏，该互相托底。好，你以为你这点小动作我不清楚？你别血口喷人。哭能解决问题吗？职场不相信眼泪。你这是流水制，没人在意家务，职场只看统筹能力。林娜，你太严厉了，他们需要适应时间。慈不长兵，真实职场只会比我更残酷。林老师说的对，我现在就改。接下来的半个月，林娜简直是个魔鬼教官，从面试穿搭到谈判滑鼠，手把手死磕。月末复盘会上，微光妈妈话题全网阅读量破亿。陆青云，谢谢你，我也找回了当初的自己。赵总，您喝醉了。陆总监，装什么清高啊？微光妈妈第2期的资金还没批呢，只要你今晚把我陪高兴了，明早预算就能打到你们公司账上。资金我们不要了，但是对话我全部录音，请您自重。臭女人，你敢阴我？你信不信我让你彻底混不出广告圈？明天就取消你们的全案合作。司听尊便。你疯了！得罪他公司高层不会放过你。我一旦妥协，团队所有女生都会成为猎物。陆总监，老板找你，得罪禁主，准备收拾东西走人吧。陆清月，你多大岁数了还不懂规矩？低个头能怎么样？马上带人去给赵总敬酒赔罪，否则你立刻走人。赵磊是性骚扰，这案子我不干了，工牌你收好。行啊，你走，到时候哭着求我，我都不会让你回来。单靠一份录音告不倒他，他可以说是酒后胡言。赵磊这种惯犯绝对不止骚扰过你一个，我试试看在交流群内发布一些暗语，看看有没有其他受害者愿意站出来。别怕，不用你出面，证据交给来我们扛，让他彻底无法翻身。本业将全力保障女性职场权益，关注女性成长发展。所以，我们品牌将继续致力于保护女性在职场的正当权益。你干什么？保安，把这个疯女人拉出去！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女性保护。赵磊利用职权骚扰多名女性，证据齐全，我早已报警。今天我们曝光他，更要搭建行业反骚扰机制，侵害女性者将彻底无法立足。1个月后，行业协会正式出台了反骚扰保护机制，我重新做回了创意总监的办公室，而林娜成了我的合伙人。我们相视一笑，彻底和解。陆总，有位男士找您，他姓沈。严州怎么会上班时间突然来公司？
怎么这个时候突然跑来了？今天又不开会？老婆，恭喜你打赢了这场漂亮的翻身战。这把钥匙是市中心世贸大厦18层的独立办公室。这什么意思？哪里来的钱？你和林娜不是要成立厂牌吗？我把那套闲置老宅卖了，先付了3年租金，放手去干。我永远做你的后盾。哟，沈经理现在觉悟这么高了，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以前是我太糊涂，让你受了委屈。现在我老婆要展翅高飞，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你把跑道铺好。青韵，出大事了！是国际鼎盛奥罗拉亚太区总裁秘书打来的电话。奥罗拉，他们只和顶尖4A 公司合作，怎么会找我们？对方看到微光妈妈项目和曝光职场黑幕新闻，邀请我们参加明日最终竞标，只剩不到24小时准备。竞标对手是谁？对手是行业巨头创悦传媒，负责人陈峰，是我曾经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原有方案框架不够，我们把微光妈妈升级为全域女性群像企划，覆盖职场新人、单亲妈妈、大龄创业者。我们要燃起让女性觉醒的勇气。团队连夜奋战，终于在凌晨5点敲定了最终的提案 PPT。林姐、陆总，带着没挂牌的草台骄子来竞标，未免太不自量力。实力从来不是靠嘴上吹嘘的。抽签结束，创悦传媒率先上场提案。陈峰在台上侃侃而谈，核心文案结构竟与我们昨晚5点定稿的方案丝毫不差。团队里绝对出了内鬼。冷静，现在闹事只会让甲方觉得我们输不起，商战没人听苦衷，底牌全被抄走，我们上去不是等死吗？接下来，请陆清源女士的团队上场。抱歉，总裁，今天我决定不用 PPT。陆总监，不展示你的方案吗？创悦的方案只是华丽外壳，女性真实的挣扎与觉醒，从来不是数据排版能概括的。请进。我压在最后的王牌，终于在这一刻登场。总裁，她不是找来的群众演员，而是最真实的女性代表。我当了6年全职主妇，刚才创悦传媒说要用化妆品帮我们找回少女感，这双手上的老茧与痕迹是岁月给普通女性刻下的勋章。女人的美是岁月熬出来的骨血，不是装出来的嫩。奥罗拉要卖的是哪怕满身伤痕也敢重新杀回来的底气。真诚的表达永远能跨越国界与身份的距离。这掌声属于每一个不肯认输、重新出发的女性。靠投机取巧赢来的一时上风，终究走不长远。从拿下项目到自立门户，不过数月，却像走完了漫长的一程。我往前冲的每一步，身后都有他们最安稳的支撑。陆青云，我们真的做到了，一路并肩摸爬滚打，其中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清楚。陆总，门外有位特别的客人，带着一个极其巨大的花篮，说是连夜从老家赶来祝贺您的。连夜从老家赶来，我一时竟猜不到会是谁。连夜从老家赶来的客人，倒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硕大的红玫瑰花篮挡在身前，挪开的瞬间，我不由得愣了神。青韵，开业大吉！雨桐，你怎么来了？干洗店不忙吗？不仅是来祝贺的，我也是来谈生意的。多亏了你们当年的那个企划，我的干洗店现在已经做成了全省的直营连锁品牌。我今天来是想正式聘请青林传媒作为我们明年的独家公关代理。陆总，能给个友情价吗？他站在不远处望着我们，合作愉快，沈老板。全场欢呼碰杯声此起彼伏，酒会彻底进入了高潮，热闹留给身后的人群，我想独自静上片刻。脚下是满城璀璨灯火，也是我一步一步闯出来的天地。在想什么？他总能第一时间找到我的位置，递来最妥帖的暖意。在想，我们女人这一生真是关卡重重。但你不仅通关了，还带着大家一起赢了。大厅里，林娜运筹帷幄，李梅脱胎换骨，雨桐独当一面。我们都曾困在灶台边，困在世俗的偏见里。可只要不认命，女性的力量足以掀翻任何绝境。我不完美，但我无坚不摧。